喜气洋洋哈。我行。哎，你看那，那小学看到没有？之前星子和徐家柏就住那儿，他们的爱巢。哦。那个小学，看我毕业以后住的第一个房子就是那儿。我当时住的还是合租，一个屋5个人。那早上起来，天哪，刷个牙要抢，都得排队取号。没事，咱俩合租，我不跟你抢。那个黄色那房子，你看见没？后来我就搬那儿去了，半年不到啊，更夸张，暖气管裂了。我一回家，那个地板啊，就跟泡的海带一样。不是你这来北京没多长时间，搬了多少次？北漂嘛都这样。那我一朋友更夸张，东2环到3环、4环、5环，然后去了通州，最后去了燕郊，早上晚上来回通勤时间3个多小时。干嘛去万一啊？那人家结婚了有孩子了呀，怎么能一直住开间了？许大款，你这属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真是的。谁要有钱的话，谁不想住市里边啊？那么远干嘛？程老师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约我来这儿的？来了这么多次北京，头一次想来圆明园逛逛，就想起你了。眺望莲花灯，东流西奔，引为乐事。这乐事，就看人转圈啊，真是自大。那也行，咱们也跟着一块乐乐。转给他看呀。走。唐颖，我发现你真的长大了。有时候看你啊，还觉得你跟10年前一样是个小女孩，但有时候又觉得你变得很陌生。10年了，10年没见，陌生也很正常。也对。陌生也挺好的，就当是我们重新开始。爸爸，你在干嘛？我好想你。宝贝，宝贝，我现在啊正在跟一个漂亮阿姨，啊不，漂亮姐姐一块在外边聊工作呢。你这样，你等我完了事儿啊，我给你打视频通话，好不好？你乖乖的啊！我儿子。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胡歌那事儿，你觉得靠谱吗？不靠谱啊！金丝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那你呢？你喜欢哪一款啊？我以为你知道我喜欢的类型呢。那到现在也没变。我不喜欢已婚的。我离婚了，3个月以前。干嘛？这么惊讶？有一点吧。前面就是死胡同了，我们出去聊吧，不要在死胡同聊了。你这算是
才拒绝我。这么明显吗？安阳，10年前是你先跟我表白的，你忘了当时你是怎么？都已经10年了，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的。陈老师，这是当年你跟我说的话，你忘了吗？安妮，这是你的啊。哎，你最爱的女人回来了。姐，回来了，都不提前告诉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太惊喜了。哦，怎么了？我可能智齿发炎了，特别疼。要不要我放你天假呀？不用，我坚强得很。哎，解决智齿的最好方案就是果断拔掉它，而不是继续忍受。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好，我听你的。下午呢，我就去找一个诊所看一看。哦，对了，我这儿有个新案子，是郑玉点名让交给你的。唐颖，这将是你第一个独立完成的项目。市之文学城起诉作家王毛毛，文学城主张他们的签约作家王毛毛在网上连载的小说涉嫌抄袭，并且是在签署了原创性声明的情况下，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所以文学城要求作家进行赔偿和公开的道歉。这个平台我听说过的，这个小说流量也很高啊。哇，赔这么多钱，我们代理谁？我们代理被告，还有可能是他们家某个亲戚。本来想直接发给 HR 的，后来想了想，还是亲手拿给你的。打算去哪儿啊？找了家私募，想换掉赛道。挺好。挺对不起你的。啊，林小旭是我师妹，很多项目上的事儿都是我透露给她。坐吧。这些我都知道，但我想知道为什么。Elvis， 你就是领导当太久了，你根本就不清楚你手下的人处境有多艰难。那我岁数比你大，我不一样，我结婚了，我得养老婆孩子。我扎根在北京就只能靠我自己。但就算我再努力，我就是被你压着，我看不见希望。一个项目进来，那小木就轻而易举就拿到了，凭什么呀？他才干几年呢？那后来我清楚了，人家有个好爹，但我觉得这事儿不公平。季后，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对不起，让你没希望，但希望也不是我给你的。小木的确比我没有天赋，可是大家都在加班的时候，他偷懒吗？有没有？他比任何人走的都晚，对吗？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装圣人了，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我了。咱就是说，哎，这楼里谁不加班，谁不努力？小豆不努力，啊，走了马未伟，我们都不努力。啊，算，你签字吧，签字吧。哎，话说到这份上了呢，我也跟你说声抱歉，啊，任务分配以及目标上存在许多分歧，对不起，作为你的领导，不能让你把未来还有职业交在我手中，非常抱歉。不过，还是希望以后在未来的道路上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好吧？来，挺好，说不定以后还会江湖再见的。
唐安姐，你怎么了？啊，没事儿，我这牙有点疼。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韩律走了，你想他？别提了，刚被郑律骂完，真服了。自从他被马总投诉了之后，就开始摆烂，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干。我听说他还在外面偷偷接了私活，你说接就接吧，是不是得起码先把律所的事儿整明白啊？这郑律问起来，我还得替他瞒着，说他去见客户了。刚才郑律逮着我就是一顿痛骂，说我办事拖沓，不上进，不严谨，不适合干这一行。我真想一口气全都给郑律说了得了，省得我老背锅。我其实也不喜欢韩律，你是知道的。但是你说他能消失这么长时间，肯定有他的原因。王律跟我说啊，韩律的老公是开教培机构的，这段时间因为经营不善黄了，赔了好多钱，所以这韩律才到处发了疯一样的去抢资源。但是你说大家谁没点难处呀？要是都跟他似的急功近利，净干损人不利己的事，那职场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劣。你说他配坐在这个位置上？其实，韩律他对你也挺好的，至少教了你很多东西，对不对？等他回来了，啊，你跟他聊一下，看他怎么想，还是油盐不进，你再做决定。来来来，把药吃了。啊，哎呦，啊，给，慢点啊，别呛着。哎，我跟你说，你能理解吧？就是，你说子瑶，他要是真是趁韩寒不在，告诉郑律，韩寒去接私活了，耽误了律所里很多案子，那韩寒肯定是必走无疑的。我理解，但是每个人啊，也有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对吧？你能做的，就是多提醒提醒他。那他到底听不听你的，那就是人家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他真那么做了，那韩寒也是咎由自取啊，对不对？他如果真这么做了，以后你和他相处，还得小心点。哦，你说这职场那么卷干嘛呀？有必要吗？为了活着呗。走啊，大家出去转转，消消气儿。不要，你明天出差，一会儿还要给你收拾行李呢。抱抱，来，哎呦，抱抱抱抱抱抱，哦，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我们分手了。解决了。都说清楚了，过2天我们一起吃饭吧。刚好也叫上胡歌，前段时间也让他费心了。当然了，这是好事儿，得庆祝。那反正这2天咱们约呗，看你什么时候有空，随时跟我联系，我请你。薪资还是和他统计表上得分最高的男人分手了。爱情真的可以用条件公式来计算吗？双运河强内护的皇家美素佳儿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女同学，你把手再举高点。啊，好的。再高，别太高了，哎，再高点，别高。要不要？先跟我说说嘛。我就挺焦虑的，考文外加焦虑，而且第一次当被告方哈，头几天没睡着觉。我承认，我抄袭了。那对方要求的赔偿，我告诉你，1分钱没有，判刑吧，要不然。我之前查过您的资料，写少女文学的，作家排行榜最畅销前10。我看网上写，说你写的东西，铁树看了都能开花，尼姑看了都想还俗，水平很高啊。那水平这么高，又是科班出身，这太可惜了。是不是我舅那儿的员工啊？啊，均衡律师事务所，唐颖。那什么，抄袭的那文你应该也看了，你应该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就洗稿的内容都集中在最新更新的那一章里边。我承认我抄了，而且对象不是别人，就是热榜上另一个作家，那个人还是我好朋友。你说我干这行也有10几年了，我会这点谱都没有吗？你说句实话啊。我之前跟我身边那些朋友，我们的文大大小小也被抄过好多，那些人把那文抄过去改了，完了拍了电视剧，哎，我们跟他打官司还打不赢，挺搞笑的吧？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打拳了，我就觉得这是对生活的讽刺吧。你说我们真习武之人啊，我还真能跑到人家公司，把人家公司砸了呀？我能怎么办呢？我就只能这样自杀式攻击。但我知道，你们作家都是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孩子的。你真的舍得对你的孩子下手吗？而且往不好的想，很有可能啊，会有人站出来说你是在炒作。只要把舆论的方向一带偏，你可能根本达不到你想要的目的，而且整个行业都会出来抵制你。这是你想要的吗？这个结果你承受得了吗？我觉得值得吗？你是第一个这么问我的律师。那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可能有点矫情哈。我确实不是圣人，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我抄袭人家，我败诉，那是不是那些抄袭我们的孙子都能败诉？我就是想牺牲我一个，如果能把那帮孙子都拉下水，那也值了。唐律师，你愿意帮帮我们吗？律师是服务方，服务方的本质是啥？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内涵。你要服务好客户，那客户才能为你学的法律知识买单。律师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发现新的机会，在法律尚未健全的模糊地带，运用法律知识保障客户的权益，这才是对律师能力的体现。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规范社会行为，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体现。姐夫出差还没回来，都没顾上联系我，挺忙的吧？有男朋友了？嗯。唉，压不中留啊。我不仅有男朋友了，他还特别帅。陈老师，放心哈。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真不放心了。帅哥啊，
你也想要点不想的压得住吗？改天你给他约出来，我帮你审审。他又不是妖怪，也不需要我压，更不需要您审。您还是多操操自己的心吧。吃菜。欣子啊，这个呢是我特意点的。响游鳝糊，讲究的就是一个时令。哎，俗话说啊，处暑的黄鳝赛人参。你别，我这说真的，你尝尝看，非常的好吃。你尝。喝酒。来，庆祝我们新姿分手快乐。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就是应该快乐。哎，这看起来还是不太快乐啊。那你知道人为什么快乐不起来吗？因为人家一想啊，这新的有可能是你，就开心不起来了呗。老狐狸把我这点心理活动全都给刨了，你这烦人！来，陈老师，你有点幽默好。蟹黄豆腐很好吃。那你们欣子，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我们打车了，您放心吧，有我在。那个，那你保持愉悦啊，就先撤了，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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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车快到了。欣子，我看见一个朋友，我去打个招呼，你等我一下啊。啊？你去哪儿呀？多亏了姐夫出差，我现在还能在单身的时候享受一下 CBD 的豪宅。刚分手这2天可不好受了，最好别一个人待着，在这儿多待几天，我陪陪你。你说，我之前按计划表找的最佳人选就是徐家白，他最符合的一条标准就是，他是否真心能对我好。他确实做到了，对吧？可怎么就不是个正常人呢？我现在非常怀疑我这计划表。你看啊，都说双向奔赴的爱。有点道理哦。天底下35亿男人，我就不信我以后碰不到一个更高冷的。我以为你要说35亿男人都是我的。我喜欢的生活，就像马蒂斯的作品，色彩大胆，
却又宁静平和。当然，还少不了那份轻盈。就像特仑苏 High Milk， 零脂肪，更轻盈。特仑苏 High Milk UCCA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联名限量爱心版，现已上市。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因为我现在在上海，等我回到北京呢。他们应该他们最近在走这个程序啊。哎，你好，先这样，再见。喂，宝贝，干嘛呀？想我了没？我刚刚挂你电话呀，是因为我在给哥生气了？没有啊，我经常也会遇到晚上客户会找我的地方。如果我以后突然消失了，你可千万别以为我是出轨了。那你有没有乖乖想我呀？没有很乖吧？真的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点给你打电话了。哼，那你要乖乖想我哟，爱你哟。哎，他们人呢？他们都走了，去下一场。只有我在这儿等你，我还以为你偷偷溜走了呢。刚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服务员，买单。你有女朋友了？对啊。漂亮吗？不错。我看看。行。其实你见过。那。你好。哎。谢谢。没有我漂亮，还没有有钱。徐子泉，你眼睛是不是瞎了？我觉得挺好。不开心了？这样吧，我给你赔罪。我看他穿的还是郭基的衣服，下次去北京的时候，我给他买最新款。哎，你这次是认真的还是玩玩？该不会还要带去见家长吧？我当然是认真的。喜欢这种女孩，你们俩在一起开心吗？我哪儿都喜欢，我也非常开心。这样，你们今天玩好，我就先不去了，走了。徐子泉。嗯。我喜欢你。我特别喜欢你，所以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跟我在一起。你喝多了吧？你不用急着回答我，我会给你时间考虑。我先走了，拜拜。唐颖，跟我来一下。毛毛都跟你说了些什么？说什么？他是我姐姐家的孩子，我们家满门的律师，就出了这么一个异类。郑律，我还想找您聊聊呢。这个案子您有所不知，毛毛呢，他是故意抄袭。他的目的，往大了说，是想引起大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这就是我最挠头和最头疼的地方。小唐，你是个聪明又上进的律师，你呀就多给我上上心，早点让他给别人去赔礼道歉，认个错。我姐姐身体不好，别让她再瞎折腾。
其实我觉得毛毛还是挺勇敢的。啊，当然您放心，郑律，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唐英姐，咋啦？你最近跟小马还好吗？挺好的呀，除了穷。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你一定要告诉我。姐，小马找着工作了，他现在一天忙得飞起，我俩现在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他找了什么工作了？上市公司呢，找房网。找房网？嗯。经常晚上还得带人去看房子。那挺好的呀，恭喜他。你跟小马说，改天我请他吃饭。嗯。我也挺感谢他的。现在投行工作吧又不好找，他愿意受委屈，支持我继续完成律师梦。等我哪天也像你们一样成为正儿八经的律师，我包养他。郑律没有再为难你了吧？分餐算为难吗？嗨，是这样。韩律之前耽误的那些事儿啊，我都跟客户一一解释过了，说他去外地出差了，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先负责跟进。郑律那儿算是交代过去了。子瑶，你现在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等到韩律回来了，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改观的。唐英姐，你说的对，不能因为别人犯的错误而打破自己做人的原则。我还得谢谢你呢。嗨，谢我什么呀？完了！我饭没订够啊！老板说他请了学界新秀严吕宁教授来给大家说一说新修订的电子商务法，结果别的团队一听说严吕宁要来，全都报名。谁？严吕宁。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什么是电商法。那随着现在网络销售形式的变化，为了更好的管理和规范市场，那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本人比照片还帅。提到的一点就是境内的电子商务活动适用民法。那什么是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指的就是通过互联网。你知道其实多少人冲他来的？他讲的是电子商务，这些来的都干啥了呀？都冲他过来。社交或者是单纯的请这么高吗？当然了，人家可是10问律师少女的心。刚刚查了。电子商务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好，那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儿。如果你们有什么还想知道的或者不了解，咱们下次再说，好吧？严律师，就是我们这个电商你看，你记一下 ，CWD VIP 126.com。我待会儿就在你们律所楼下的咖啡馆等你下班。你们都记下了吧？记下了。好，那我就先走了，咱们下回再见。他当时看我了。天。去哪儿啊？吃饭啊。你到底准备了多少家餐厅？10家餐厅。10家。
这鲷鱼应该不是野生的。这你都能尝得出来？就野生鲷鱼呢，入口是有回甘的，但这个鲷鱼就是吃在嘴里面没有什么味道。虎哥，你也太厉害了吧！这有什么厉害的？我就是爱研究吃而已嘛。那你以后多带我吃好不好？我天天带你吃好吗？我先带你去吃那一家烧鸟，他们家提灯简直是绝了。提灯是什么？我看看。你查一下。这个吗？就这个。他就这么被一个小姑娘给掳走了。我这也太不靠谱了吧！反正我也不喜欢他。我出局了。那后来有说什么吗？说了，后来我俩又在茶水间碰到了，他跟我说了一个谐音梗。哎，那个，我恋爱了。我们都知道。啊，对，其实我就是觉得，还是得跟你说一声，因为这就算是一个完整的告别了呗。人生嘛，就总是要有始有终的，对吧？可心挺好的，祝你们幸福。谢谢。啊，对，这个你拿着。不是，你宣布恋爱还有伴手礼啊？不是，我曾经呢是真的很想给你一辈子，但是现在呢，我决定把这一辈子给别人了，所以我就给你一辈子了。有点土。多浪漫呀！你这，我忙去了啊。谢谢。什么鬼？搞笑吧？哎，他以后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姓名了。天哪！哎呀，哎，你说陈克要是在我的世界也没有姓名的话，会是什么样？你俩当时就不该见面，你就当他死了吧。说的倒挺好。哎，我差点忘了跟你说了，我今天去看房子去了，我已经定下来了。定下来了？对，这么快？对。你考虑好了吗？难不成我要在你这大豪宅住一辈子呀？我也太不识相了。而且我找那个二房东长得还有点帅。等等，二房东？你是小公主，你怎么能合租呢？现在房子不好找，而且我确实得省钱了。有一个帅气二房东也算赚了呀。帅？哎呦，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帅”这个字。哎，你说你评价徐家柏是斯文干净，徐子泉五官长得一般，身材可以，审美品味不错，胡歌油腻。说到这个小帅哥，帅，我看出点什么猫腻了。怎么样啊？是这样的，根据毛毛提交上来的证据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确实是一场情有可原的违约行为。当然，我知道
实质上是对你们市之文学城造成了一定声誉上的影响。但是上周呢，毛毛在他的微博上已经把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都已经写出来了，然后网友们看了以后也都觉得表示同情、谅解。并且网友他们也希望呢，就是你们市之文学城能不能出台一些对于洗稿啊、抄袭啊有一些监管作用的措施。谢总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是吧？我们可以和解，但我希望你们代理的作家再跟我们平台续约5年。好，我会记在会议备忘录里。唐律师起草的这份备忘录，我们回去以后会认真的研究。别的网站平台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市之今后一定会严格把关，坚决杜绝抄袭和洗稿这种现象的发生。这个好，这个最好。唐律师，我希望通过你的努力，使国内的知识产权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样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会更加的有意义。谢谢谢总，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有一天我能把这事儿当成一个段子讲出来。大王离职了，然后海象暴雷，过得简直是苦不堪言的一段日子。是不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痛苦迈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所以我在想啊，你说那些有的觉得自己想不开了、觉得过不了的人，他是不是也应该这么想？再黑暗、再绝望的时候，只要你咬咬牙，回头再看的时候，也跟我刚才一样的，能当个笑话讲。只要这么想，就能继续坚持下去啊。只能说人啊，在大部分时候也只能靠自己，你指望他人对你感同身受是不太可能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对他人的处境多一些同理心罢了。同理心对律师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可能这就是做律师的意义吧。当你遇到了什么痛苦的事情，你的伴侣、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都无法理解和支持你的时候，至少还有我们这个职业的人能够站出来帮你解决问题，然后能够去维持正义。我们也没有你说这么高尚，我们该收费还是要收费的。不过你要是这样的出发点，也是很好的。反正我想好了，我要当一名好律师。行。对了，你那个智齿什么时候去拔呀？下午。来，张开嘴，我看看。再张大一点。来，我们打个麻药啊。张嘴，我们现在开始了。不要紧张。保持啊。好了，拔出来了。还疼吗？喂，唐律师，文学城那边跟我联系了，真是要好好谢谢你，我都没想到这件事能够解决这么顺利。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谢我。那改天约你吃饭，当面感谢你。行，那得等几天，我也刚拔完牙，最近还不能吃呢。哦，好，那就过几天，谢谢你啊。好，恭喜你。
那个，原来你这么厉害啊！刚刚我看了你这个视频，你唱的很好哎。啊，我都关注你微博了。那个有没有什么别的社交账号，什么抖音、B 站什么的？因为我刚刚搜了一圈，好像没搜到。那个抖音跟 B 站都有，不过叫另外的名字。要不你帮我搜一下啊？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来，谢谢。谢谢你啊。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等你啊。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想要知道你住哪儿，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主要是我明天就要回广州了，想走之前再来见见你。你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我男朋友还在楼上等我，我要回去吃饭了。其实那天在圆明园你也听见我打电话了，很早以前我就想离了。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薛子权，是相亲认识。你怎么来北京了呀？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所以我买了最早的一趟航班来北京。我喜欢你。谢谢你，川川，但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现在有女朋友，对吧？快回去吧，啊，别闹。谁跟你闹了啊？谁跟你闹了？不是你这干嘛还？不是，你这是干嘛呀？你是这样，川川，我一直以来都把你当做我特别好的朋友，能聊得来的朋友。但是现在这些小情侣都流行当街闹别扭。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情侣？如果我让你误会了呢，我跟你说声抱歉。但我从来也没考虑过我们往爱情或者是感情方面去前进，好吗？是那女孩子缠着他。对不起是吧？行，那你抱我一下，抱我一下我就回上海了。抱这一下有什么意义呢？那你说他会不会抱啊？渣男才抱。好，好。哎，你这就不太对了啊！行了，快回去吧。薛子权，你这人啊，一点都不酷。哎，看着点车。比你当年还会上来。真巧。是啊。你们认识？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很多遍的，我暗恋的意难平白月光。这位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和一个不知名的女性在街上搂搂抱抱的我的室友，徐子泉。你好。你好。行，那你赶紧回家吧，等我下回过来再找你。好的，陈老师再见。哎，白老师，不上家里坐坐？下次。哎，下次。这些都是你哦，
有3个是我的小号，然后其他的是我号召了一些我的朋友去关注的。我刚刚看他们微博都是显示清华的、北大的，还有央美的，都好厉害。哎呀，我们这些都是素人，就是对娱乐圈比较有好奇心嘛。毕竟真实的明星太遥远了，近在眼前的追起来才有感觉。行，那谢谢你们了。哎呀，不用客气，而且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不红的才好，因为要入手就入手潜力股嘛，你不就是潜力股吗？而且我朋友他们都说，觉得你长得帅，唱歌又好听，以后绝对能红。那我只能说你们这朋友可太有眼光了，绝对入红，可以放心。我们相信你，加油，加油，加油！30楼到了。这聊聊啊，唐颖，咱们聊聊呗。新买的酒啊？嗯。买来和我一起喝的吗？哎，你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呀？你这刚拔完牙，喝酒能行吗？喝喝酒，消消炎。怎么了？这么野？我生气的时候，一般都很野。那我也不太高兴。来聊聊吧。哦。来。不是过2天回来吗？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惊喜啊！你别误会，她呢是上海一个投行的小姑娘，之前吃过几顿饭，也聊过天儿。但我们就是生意上的往来。哎，你少喝点，少喝点。真没什么事儿，就是工作上的往来，没有什么私下的接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回到北京来了，追过来。挺有钱的呀，从上海追到北京，也不用工作的吗？他妈妈是上海投行的高层，不缺钱呗。哎，好，干嘛呀？那他又有钱，又好看，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啊？有些好看有什么用？我不喜欢呀。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吗？从来都没有。那你不喜欢，你为什么要抱他？行，是这样。下了飞机，他就跟到家门口了。他要上来，我说不行，我说我女朋友在家，我说从此你也别这么缠着我了，对吧？他说那也行，那你让我抱一下，抱完之后，从此以后我就放手了。那我一想，反正都是朋友，抱一下就抱一下，也没什么呀。抱一下就抱一下，没什么。你就抱一下，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会想要插入到我们的感情当中了。这我觉得没什么呀。再说不是我抱他，是他抱我。他不是说让你抱他，他让你吻他，你也吻了。不是你这是，你这都什么问题呀？啊，就像是你现在在问我啊，我妈和你同时掉水里，我先救谁一个道理。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他把你给绑架了，条件是我必须得亲他一口，要不然他就撕票，那你说我怎么办？那我肯定亲了，不带犹豫的。徐子璇，你可真是太自恋了啊！你都能想到有一天有人能为了你去犯罪，那没准。交代吧，你的鱼汤里到底还有什么鱼，我是不知道的，一次性说清楚。我以前你说我是鱼塘堂主，可以，我承认。但现在我就是个缸主，这小鱼缸里就这么一条鱼，就是你。好吧，你说说吧，是吧？是喜欢我呢，还是喜欢你的白月光啊？这么说的话嘛，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够严谨。什么意思？就是也不知道你是问的是纵向对比呢，还是横向对比啊？你这两个还不一样是吧？当然不一样了。如果是纵向对比呢，就是纵观我整个人生，我更喜欢谁，那我得截取不同时期我喜欢你们的最高值，对比这个值度，我才能知道我更喜欢谁。那如果是横向对比的话，就是用我现在喜欢你还是喜欢他。回答很肯定，我当然喜欢你了。哎，差不多。你那纵向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纵向对比的话，这个问题很复杂的，因为一时半会儿肯定也出不来。毕竟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最喜欢你是哪一刻。你现在没找到是吧？没有。因为我只知道，我未来的每一天都会越来越爱你。嘿，你唐颖啊，你不愧是律师哈，左右全是你，是不是？挺会说呀。行，我不生气了，你也不许生我气了。那能一样吗？我跟你完全不一样。哎，你平时那些花花草草，什么小五、小六、小翠儿的，我都小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我就不管他们了。那今天这太夸张了吧？都扑你怀里了，我可以不计较，但是如果我这都不管，哎呦，我是不是也太没有原则了？我明白了，这样，今天咱就把这事儿彻底解决了，好吧？这手机里没有任何人啊，全是家里朋友，还有你。这个工作手机，啊。很多人，人很杂，来，哟，往后点，舍得吗？舍不舍得？那必须这么做。来，我看看啊，阿秋，删，阿林，删。小鱼什么名儿？这个小云就是一会计，不记得删。好，行，来继续。
哎，这水蜜桃你还留着呢？你都删了吗？好，我马上删。首先检查就是你这里面所有水果名全部删了。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幸福，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哎呀，这人海茫茫，只有你最包容我。那可不，哦不，你还是比我更好一点。你想想啊，你可是雪大菩萨，帮多少人渡了劫呀？不是你又查我是吧？阴阳我没完没了了，是不是？我继续删。哎不，哎呀，开玩笑。不行，哎呀，说正事儿。不，我跟你分享一个感受，我今天拔智齿，你拔过智齿吗？我没智齿，我牙齐着呢。我说这智齿这么疼，但今天突然要拔的时候，我有点舍不得它，是不是很奇怪？就是觉得它毕竟跟了我这么久了。哎呀，那一刻我就觉得，人啊，真的要下定决心，挥别过去的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的确不太容易。但是相比要是失去你的话，那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对吧？继续。不要了。继续吧。不要了，真不删了。大好的晚上删它干啥呀？多浪费。说的对。我从没期待过会有一天，我可以在这城市中不再孤单，还不够了解爱上你这件事，你却都知道答案。每天的日常未曾改变，每个通勤的清晨和下班宵夜，迷人的琐事有了你陪伴是爱的样子。我想要和你去每一座城市，在霓虹和月光中牵住彼此，每一条街道都会留下爱你的样子。两个人的世界，意外的画面，是我从你眼中看到的明天。只有我们猜对了时间，没有期限。有你的每一天都如此特别，不再害怕一个人描绘午夜。最浪漫的事就是与你去浪费时间。我们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直到光阴拼凑了所有细节。